嗨，大家好，我是99Lab Horace。那今天想要来聊一件构思许久的事情，那就是功耗。解析一下这个英特尔225瓦 TDP 的笑话。那在这个问题，其实我觉得要拆成几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是电压跟功耗之间的关系，那第二个是电压跟频率的关系，第三是单核频率与多核频率的差别，并且带到实物上的来讨论一下，究竟我们要解几瓦的功耗才够这样。那开始之前还是要先免责声明一下，自己也只是机械系出身，没有受过电控领域的相关训练，单纯以一个玩家的角度出发，那讲讲以前自己超频还有电压调整的经验。那还请各位专家多多指教与体谅。首先要先讲一下电压跟功耗之间的关系。那这可以透过一个非常简单的公式，那就是功耗等于电压的平方除以电阻，意味着在相同的电阻下，你的电压2倍，耗电量就会变4倍。那虽然 CPU 的运作电压都是上上下下的，但基本上大方向还是跟着这个公式走。因此，如果你加电压超频的话，系统就会变得更加的耗电。理论上加10%功耗就提升21%，加20%功耗就提升44%。换而言之，你降低电压也是一样的道理。那讲到这个，可能会有人会想要问，那降压超频是什么东西？那加电压来超频是错的吗？那我刚刚有讲到，调高电压会降低宕机的几率，但电压增加，温度也会提高，那这样又会让系统变得不稳定，形成一个死胡同。所以对于一些体质相对好的晶片，有人就会去做降压超频的事情，来试图找出最适合的电压策略。那在 Zenfone 的发表会 PPT 你可以看到，它65瓦、105瓦跟170瓦的性能提升幅度跟 Zen3 比起来不一样。那这其实也是因为不同的电压策略的特性。那新的5奈米制程在低功耗的情况下效率更好，但为了终端性能，晶片的调教还是会比前一代来的耗电。那我之前的10年预测来讲过，现在的萤幕刷新率实在太快了，半导体的速度其实很难跟得上。但厂商常常别无选择，最后都跑去用功耗来换性能。但总而言之呢，那你如果有去搜寻一下超频大赛电压设定，那你会发现他们用一些液态氮这种超低温的设备，同时把 CPU 的电压调得非常的高，那这样就可以跑出非常高的频率，不会宕机。但这种设定其实是根本没办法用在常规的散热下的。那其实单核心跟多核心的最高频率不同，其实也是相同的道理。如果只有一颗核心在跑，其他都在睡觉，那相对的温度会比较低，那就可以跑到更高的时脉。但一旦所有的核心都开始运作，甚至像我一样双烤100度在跑，那其实是不可能像单核心一样的频率在运行的。那最后是实物面的部分，要跟大家解释一下，其实不同的晶片在相同瓦数下的温度表现也会有差别。那像我之前 Vega 水冷的影片，因为这个晶片的面积非常大，封装不会有积热的问题，那用120水冷也是压得挺好的。但有些先进制程因为它的面积小，那容易发生积热问题，所以才进来有些人跑去开盖这样子。因此实务上散热器标 TDP 在不同的晶片上，其实温度结果也会有所不同。X299 200瓦跟8代的主乐高在100瓦的实务上也会是不一样的事情。当然要标也不是不行，毕竟 TDP 其实只是 Thermal Design Power 的缩写，它是 Design 而不是 Limit。但因为牵扯到行销文案，这个我就更外行了，所以我就不提了。那对于这些不渲染只玩游戏的用户来说，近来高刷的萤幕的盛行，其实 CPU 的要求也是会越来越高。我前阵子的3090一体机，其实在玩游戏的时候 CPU 常常破百，后来我只好把孔挖得更大，然后换更大的散热器，才好不容易压到80度以下。那游戏中其实看到它的功耗峰值已经超过130瓦了，很多气能的 ITX 机壳其实都撑不到这个功率。只能说这个年头 ITX 真是越来越难做了，如果 ITX 灭绝的话，我觉得频道可能也会收一半了。那因此呢，在这个 AM5 平台跟13代上市之前呢，还是跟大家聊一下这些基本的概念。那如果有什么想法，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那我是 Horace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